最爱的单元啦。那其实7月算是我1年之中最喜欢的一个月份，因为是我的生日月。这边有没有7月生日的可以举个手？那因为7月是夏天嘛，所以这个月的最爱其实还蛮多东西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或者是还蛮多有一些从来没有在我的频道中出现过的品牌或者是单品，所以就一起来看我这个月最爱有哪些吧。首先第一样呢是 Death Shop 的腮红，那 Death Shop 这算是日本的一个专柜品牌，但是目前呢我是在台中的 Cosme Store 买到，它应该在 Cosme Store 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品牌的柜位。然后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包装非常的可爱，这个是它里面的外壳，然后上面写 Kiss My Cheek， 然后还有它的品牌名称，然后整个是雾面的黑色，我觉得质感还不错。然后我买的色号是8号。是比较新的色号，然后它里面长这个样子，哎呦，打开呢，它里面是有附镜子，然后腮红跟小刷具，所以携带还蛮方便的。那这个腮红的颜色啊，其实是算蛮漂亮的粉雾玫瑰色。我今天脸上擦的也是这个腮红。那日系的腮红啊，其实它的颜色都不会到很重，像我这个大概要刷个好几下，它才会比较显色，所以还蛮适合你不喜欢妆感太重，但是它又可以用叠擦去变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玫瑰色，就是它不会粉得太过少女，但是又不会裸得太成熟，就是日常都可以使用的腮红颜色。然后呢，除了它里面包装很可爱之外，它的外面的纸盒也做得非常精致。听说这个是限量的，就是外盒包装。但是你知道，女生就是很喜欢这种看了很舒服、缤纷的包装，而且它是黑白色系的，所以非常的符合我个人喜欢的口味。然后台湾有卖的，好像有腮红啊、眼影啊、眼线是他们家比较红的几个系列，然后日本还有卖到隐形眼镜，但是我这次去日本逛的时候，我没有买隐形眼镜，因为它的隐形眼镜的款式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他们家我发现在日本跟台湾的价差不会差到太大，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些新的品牌尝试看看的话，你们可以去逛 Cosme Store 的这个 Death Shop 这个牌子。接下来第二样要分享的是 Zoeva 的眼影盘，那我买的是 Cocoa Blend 这个系列，他们家有出非常多不同色系的眼影盘。那这盘我是请 Kitty 帮我买的，谢谢 Kitty。那一般来说啊，台湾不管是专柜开价，包装走的都是比较可能简约风格，或者是比较偏可爱风。但是我发现欧美很多品牌，他们包装会是比较浮夸，或者是会有出现这种图腾的设计。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就是很合我的口味。我就是一个图腾控。再来，它的包装是全部做纸盒的设计，所以拿起来算是还蛮轻的。我这次去宜兰玩的时候，我就有带它出门。然后里面长这样子，它是打开哦。它有附一个透明的垫片，然后就是你盖在上面会防止你的那个眼影飞粉啊，或者沾的到处都是。那我自己习惯是会把它就是都保留着。再来，它里面是10色眼影的设计，然后有珠光的啊，然后也有雾面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盒光是一盒就可以变换出还蛮多不同种眼妆的变化。那我这边附上手上的刷色给你们参考它的显色度跟它的质地。那我喜欢这盘原因啊，是因为它的颜色除了这2个吧。我比较少用之外，其实其他这些我都可以用得到，所以它算是实用度非常高的一款眼影。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它很多大地色系，可是它的大地色系又不会到太咖啡，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带橘色调。那我个人还蛮喜欢那种有一点点橘色调的眼影，我觉得很适合黄种人、东方人的皮肤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它因为有珠光跟雾面2种选择，所以说你可能今天想要画比较偏雾感的眼影也有，然后你可能想要画比较闪烁一点的珠光眼影也有，就是可以满足不同需求。所以我觉得带一盘出门就很方便。再来就是它最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像这盘才600块，等于一颗单色眼影才60块，比开价眼影一颗价格还便宜，所以就是不入手就是有点对不起自己这样子。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想要买他们家其他眼影盘来尝试看看。这盘我觉得
值得入手。接下来第3样呢，要分享的是专科的泡泡卸妆油。那如果你是我频道的老观众呢，就会知道我非常喜欢用 3 的平衡洁颜油，但是它的单价因为比较高嘛，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那么高的预算在一个卸妆这种消耗率那么高的产品上。所以说我最近就开始去寻找一些价格稍微可爱一点，但是它使用起来效果也不错的产品。那这瓶呢，我会喜欢是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特别。一般卸妆油就是它会在脸上要乳化，然后把它冲掉，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步骤。那这瓶呢，它是泡沫状的，虽然它是卸妆油，但是它做成泡沫状，虽然是油的质地，但是它不会让你感觉就是脸上会黏黏的，然后油油的不舒服。它挤出来就是像这样子慕斯泡泡那种洗面乳的感觉，然后你一开始会觉得它，好弹哦，它的水分很充足，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全部的抹在脸上，均匀的有泡泡之后呢，然后边搓揉，它的水分会慢慢流失，然后它上面的那个卸妆油会跟你脸上的妆融在一起，然后最后再用清水冲掉，就可以卸得还蛮干净的。然后它有淡淡的那种花香味，我觉得它的卸除效果就是以底妆来说，因为我眼唇跟底妆会分开卸，底妆来说它的卸除效果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用卸妆油这种卸除力比较强的质地，但是你又不喜欢那种卸妆油然后还要乳化啊，然后那种油腻的感觉的话，你们可以尝试看看这瓶。而且我记得它的价格也不贵的样子，它的价格好像200多块吧。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之前在日本买的止汗膏。那这款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卖，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把它的产品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你们可以复制关键字去搜寻看看这样子。那止汗膏呢，算是在夏天非常实用的一个单品。那很多人可能会去买一些止汗喷雾啊、止汗膏等等，它外形就是长这样，小小的一根，然后打开来呢，我觉得它做的很像我们以前美术课用的什么口红胶，它就是这样子转开来。我买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口味，它就是很淡的薄荷香气，但是味道不会很重。然后你就直接抹在你想要止汗的地方，比如说腋下啊，或者是手腕这边、手肘内侧，或者是膝盖后部，就是比较容易流汗，或者是这种你如果脖子很容易流汗，你也可以这样子抹在你想要抹的区块。那我会喜欢它的原因啊，是因为第一个是它没有味道。很多那种止汗喷雾的香味很重，但是如果你平常有喷香水习惯，或是你身上可能有一些洗发精的香味、沐浴乳的香味，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味道很多很杂。所以我很喜欢它没有香味，它就只是一个薄荷的清香，不会跟你其他的任何香氛打架。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止汗的效果算还 OK，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身上比较不会有流汗的味道。因为我自己算是没有什么汗味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擦了它之后，它的确可以让我的出汗就是抑制出汗有一点点效果。然后你穿可能背心啊，或者是你有时候穿一些短袖衣服，这边比较不会因为流汗然后就是看起来湿湿有点害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一个习惯使用这种止汗膏、止汗喷雾的人，但是又不想要那种香味太重的话，你们可以买这个，直接用涂抹的方式，它也不会湿湿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去抑制你出汗，然后还有防臭。好像我这次去日本又买了另外一个口味，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差别在哪，我就是打算等这个用完一个囤货的概念，推荐给你们。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 Puzzle 的平口内衣。那我在去年的夏天的内搭怎么穿，然后还有前阵子夏天必备的7件单品，都有提到这种平口的单品是夏天非常需要的内搭嘛。那我之前分享过一个牌子叫做 Wonder Bra， 在 ASOS 上面可以买，但是因为那个牌子单价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不是所有人可能都会买国外的网牌。那我最近刚好逛Puzzle就找到了这个单品，我买下来，我觉得它穿起来还舒适度还不错，然后搭配性也高，所以就想说推荐给你们。而且我最近很常穿它，它总共就是2个颜色，然后我就2个颜色都买下来。我买了一黑一白，那它的正面呢看起来就是一般的内衣这样子，白色会有点反光。它这边就是一般的内衣，然后下面也是有钢圈的，背面是这种蕾丝，一整条蕾丝带，有一点点弹性的设计。最棒的是啊，它的肩带是可以拆卸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当正常内衣穿，你可以穿肩带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穿可能1字领或者是
细肩带，你不想要露出内衣肩带的话，你就把它的肩带拆卸掉，它就变一件很基本的平口内衣。那我觉得平口内衣市面上贩售非常多，我会想要推荐它，是因为我实际真的穿了之后，它是可以有集中效果，然后它会让你有安全感的，因为它是一整圈嘛，它是这样子弹性的套进去包覆住，所以它的安全感很足够，不会觉得哦我的就是内衣好像一直快要掉下来或者是什么。这个我才买了没有多久，现在应该还有，你们可以上去 Puzzle 找找看。那我如果有找到网址，我一样附在下面资讯栏给你们做参考。接下来会一口气分享2个包包，第一个呢是 Chuu 的彩色流苏编织包，它算是一个水桶包的造型。那我觉得夏天呢一定要拥有一个编织包，因为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去海边或者是一些比较野餐啊、踏青户外的场地的时候，我觉得编织包就非常适合出现在你的穿搭之中来做搭配。那这款呢，我之前在 Chuu 的穿搭影片中有分享过它，我这边就不多说了。简单来说，我会喜欢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这种水桶包设计里面的容量是很足够的，然后它又有做这种抽绳的设计，所以你的东西是可以好好保护在里面不会掉。然后它就一个这样子提袋，所以我最近很常背它，就是想说一起把它放在这个单元跟你们做分享。再第2个包包呢是 GU 的水桶包，那因为我7月前阵子有去日本嘛，然后我觉得出国的时候你身上的东西一定会带比较多，你要装皮夹啊、护照啊、小相机啊，然后化妆包啊等等。那小包包有时候它的容量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充足，所以我觉得水桶包是一个很方便你出国旅行的时候，就是东西哦就先这样噔丢进去的那种设计。那它一样是有做这样抽绳，然后它的容量真的很足够，就是大到我可以放整个化妆包没有问题。那 GU 这个包包呢，我一样在之前他们的穿搭影片有分享过，你们都可以去参考，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它做的是这样子，有一个手提跟一个肩背。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背去日本的时候，就是日本那边有一个翻译，然后他也跟我说，他也买了一模一样的包，就是发现台湾跟日本好像没有太大的时差，就是新品进货的速度都差不多，所以推荐你们，如果也是一个很喜欢带很多东西出门的话，可以参考这个水桶包。最后呢，我要分享的是一本书，叫做《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那我前阵子去了诚品逛了一圈嘛，然后我买了4、5本书，这本是我第一本拿起来看的，我看了4/5，剩下一点点还没有看完，但是我就想要拿在这个单元跟你们做分享。那我期许你们可以监督我，期许我自己就是未来在每月最爱中，只要有看到好书，我就多多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看书是一个偶尔可以沉淀自己心灵的事情。然后如果看到一些书里面的文字是能够适时的点醒你，或者是提醒你说哦，你什么东西已经快要忘记了，或者是去改正你的一些价值观，我觉得这些书都是对人生还蛮有帮助的。那我推荐的这本书呢，先谈一下它的作者好了。这个作者叫做咪蒙，那他是一个大陆的算是作家，他有写书，然后有写剧本，在微信的公众号上文章就是那种很常被几百万人看过，然后一直转传的。那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文字非常的犀利，就是他写用字遣词是很直接的，就是会怎么讲，有种看他的文字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那其实这本书它有分成好几个部分，就是有在讲人生的，有在讲事业的，有在讲家庭，有在讲感情的。那我目前看了是比较喜欢他在讲一些做人处事跟事业这方面的价值观。那当初我会注意到这本书啊，其实是因为我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就跟他的书名一样，叫做《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那我一看到标题就想说，哇塞，这个标题取得也太势利了吧，就很好奇里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然后它里面故事呢，大意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以前在学校是风云人物，然后他毕业之后，因为他的事业他并不是那么努力的人，所以他事业就是普普通通，然后还差点被裁员，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反而是以前班上那种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那种眼镜男，结果他因为非常认真的去考试啊，去就业，然后最后成就变成一个算是小有名气的大律师。所以同学就是以前一直去攀着他的人，现在反而就
就去拍那个眼镜男说，哦，你有没有什么人脉可以介绍啊？有什么工作机会啊？他就觉得说，哇塞，你们这些人也太现实了吧？那作者其实是想要透过这些故事去表达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功利主义的，你一定非得要有所价值，人家才会对你有需求嘛。所以说，这个功利主义也并没有不好，它反而是一个很透明的规则。你只要够努力，你只要够有成就，自然机会就会找上门，自然就会有人需要你。所以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想尽办法努力做到最好，你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反正他大概意思就是这样。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那这本书啊，我刚刚说我看了4/5嘛，其实前面他在讲一些做人处事啊、人生观，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其实是蛮直白的，所以我觉得你看的时候会不自觉就是点头说，真的也是这样子，然后也会蛮有趣的他的文字。但是看到后面呢，我发现他在讲一些两性，就是比较情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些并没有那么认同，就是可能他比较女性主义一点，所以他会觉得说，哦，好男人可能就是要对女生服侍的服服帖帖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男女平等这种感觉，所以在后面有一些讲到男女部分的文字，我就并没有完全都很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一本书啊，其实只要有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段话，它是能够适时的提醒你自己，然后让你的对人生的方向迷茫的时候会有一个出路，我觉得它就是一本值得看的书。所以说，我觉得这本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如果你们最近也想看一些新书的话，可以去翻翻这本叫做《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好，每次分享书就觉得影片好像拍得特别长，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种比较不一样形式内容的分享的东西。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7月最爱。那一样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每周都会更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